什么？就凭我马上就是化工厂的签约承运商，就凭我这几台大巴是县里挂名的创业典型。你们这帮人一顿饭吃3碗米，除了卖力气还能干啥？对村里有啥贡献？人家露营客一顿饭消费好几百，还能给咱们引流。你们这种低端客户不做也罢，赶紧滚，别影响了我的大生意。我带着200名泥瓦匠兄弟，3年如一日做老陈的大巴进城干活，将老陈原本快倒闭的中巴公司，硬生生捧成了村里第一个住洋屋开大奔的。结果他转头就嫌我们满身汗臭，非要涨我们5块钱车费。我找他理论，他却冷笑一声：“周毅，化工厂的通勤合同我马上就签了，人家那是体面人，喷的是香水，你们这些泥腿子做一次，我得刷半天车。这种脏生意我不做也罢。”我愣了愣。看来他不知道化工厂的副厂长是我的亲妹妹。老陈，今儿这车真气派，快开门，哥几个赶着去城西工地上大梁呢。哎，站住！哎，张铁柱，谁让你直接往里冲的？看看你那鞋底子，厚厚的黄皮汤子，我这可是刚换的高级仿皮座椅，一套好几千，蹭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老陈，你这啥意思？咱们都做3年了，以前不都这么上的吗？大不了我上车多拍拍土呗。哼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从今天起，单程票价涨5块。还有你们这些脏的要死的尼龙袋、工具箱，一律不准带上车厢，必须全部塞进底下的行李舱。每个行李收5块钱占位费。上车之前，所有人必须在门口这块塑料垫上把脚跺干净。谁要是把泥儿带进来，罚款50。老陈，你这不是诚心欺负人吗？一张票涨5块，再加上行李费，咱们这一天来回就得多花20块。咱们进城干活哪能不带工具？你这占位费说的没道理啊！此时人群中的我排开众人走到老陈面前，我看着他，内心平静的出奇。3年前，他因为还不起买中巴的贷款，在村口愁得要上吊，是我组织这200号兄弟跟他签了长期包车协议，不仅预付了半年的票钱让他还了债，还利用我们劳务队在信用社的流水帮他做了担保，他才买得起后续的客车。老陈，做生意讲究个先来后到，更讲究个信誉。这3年我200个兄弟雷打不动坐你的车。当初你买这几辆车的时候，是谁给你签的稳定客源保证书，让你在信用社拿到的低息贷款？你现在腰包鼓了，就要反过来坑当初帮你的人。周易少拿老黄历说事儿，以前我是没得选，只能拉你们这帮泥腿子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县化工厂的通勤班车项目，我可是进了初审名单的，只要签了那单子，我以后拉的都是穿白衬衫的干部和厂领导，人家那是体面人。你们坐在车里，那股子汗酸味和泥腥味，万一熏着了人家，弄丢了我的合同，你周易担待得起吗？人家化工厂审核组说了，要的是服务过大规模团队且信誉分高、稳定性强的承运商。我老陈现在是有档次的人，至于你们，既然嫌贵，那就去镇上挤那个1块钱的旧公交啊！虽然慢个1小时，但反正你们这些干苦力的，时间又不值钱，在那坐着干等不也是等吗？我听着这些话，突然觉得有些好笑。他根本不知道，化工厂审核组看到的所谓高信誉零口诉的合作记录，全是因为我周易在每一张越界单上亲手签下的满意评价。没有我那200个兄弟的配合，他那台破车连最基本的用力稳定性审查都过不去。行，老陈，既然你这么追求体面，那这笔生意我们也就不做了。铁柱，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邻村坐小李的车，虽然远点但起码人家把咱当人看。有，周易，你有种！别以为离了你们我就转不动。等我明天把化工厂的合同签了，这大槐树村你们求着我进，老子都嫌路颠。咱们走着瞧，看看谁才是村里的天。留在原地的兄弟们看着那一地陈楚，脸色阴郁到了极点。而我拿出手机，按下了妹妹周瑶催着她的号码。她是县化工厂主管行政后勤的副厂长，也是这次通勤班车招标的主审官之一。瑶瑶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实话。老陈不仅在车费上动了歪心思，他甚至想把我们从村里的生活圈彻底边缘化。哥，说什么？可今天当200号兄弟习惯性的走过去时，却发现案板上贴出了一张崭新的告示。周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规矩改了。我姐夫昨晚说了，你们这帮人胃口大的离谱，一个顶人家3个。以后包子每人限狗，吸水续碗1块钱，而且前面的桌子不给你们坐了。
你们这帮人带的泥灰太多，影响我这儿接待湖畔露营地的高端客户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路对面多了2辆打扮的花里胡哨的越野车，几个穿着昂贵户外服的男女正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老陈此时正站在那群露营客中间，点头哈腰的递着矿泉水，那副谄媚的嘴脸和刚才对待我们时的狠厉判若两人。各位老师，别理这帮干粗活的，都是村里的混子。待会儿我开新车，亲自送你们去湖畔。咱们这大巴可是星空顶，绝对体面，保证不让这些脏东西脏了各位的眼。老陈，这些工人吵吵闹闹的，空气里全是粉尘和臭汗味儿。是，要是以后还是这样，我们那个研学团可就不选你们这儿了。各位消消气儿，我马上处理。老陈一听，魂儿都快吓飞了，这可是他攀上高端圈子的敲门砖。他转过头，像发了疯的恶犬一样指着我们咆哮：周一，听见没？人家城里来的贵客嫌你们碍眼，赶紧带你的人滚到后山那条老路去，别在这儿挡着人家的风景。还有钱大福，把剩下的包子都收起来，等会儿专家们要吃现蒸的，这帮泥腿子吃点剩的就行了。老陈，这地儿是村里的公共场地的，你凭什么为了讨好几个外人，就把我们当畜生使唤？凭什么？就凭我马上就是化工厂的签约承运商，就凭我这几台大巴是县里挂名的创业典型。你们这帮人一顿饭吃3碗米，除了卖力气还能干啥？对村里有啥贡献？人家露营客一顿饭消费好几百，还能给咱们引流。你们这种低端客户不做也罢，赶紧滚，别影响了我的大生意。老陈，你觉得你攀上了露营地的老板，拿到了化工厂的入场券以后，就是城里贵人的座上宾了？你知不知道，那个湖畔露营地的所有土方工程、观景木栈道、灌溉管道，甚至是你现在引以为傲的那条进场柏马路，全是我带着200个兄弟顶着40度的高温，一砖一瓦铺出来的。那又咋样？拿钱干活两清了，人家老板有钱，那是人家的本事。你们现在在这儿就是影响美感，识相的赶紧消失。好，既然你觉得我们碍眼，那我们就彻底消失。村长，我是周毅。按照3年前签订的村企互助协议，由于承运方王德福单方面违约，我代表星辰劳务社正式申请撤回对他车队的村口经营区位授权。另外，我要求即刻解除他小舅子村口公共摊位的主租合同。啊！周毅，你敢耍我？周毅，你拿张破纸吓唬谁呢？那协议都冲了，那协议都签了3年了，早就是废纸一张了。我现在有县里的关系，你以为村长会听你的？老陈，你可能忘了，3年前这片地之所以能让给你小舅子开摊位，是因为我代表200个兄弟向村里写了保证书，承诺所有的日常餐饮消费全部留在村里。没有这份保证书，你小舅子那个摊位，按规定半个月前就该拆迁了。老陈的小舅子钱大福一听，手里的漏勺哐当一声掉在地上。老陈，我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，考虑把多收的票钱退了，给兄弟们道个歉，否则明天化工厂考察团来的时候，你失去的可就不止这几张车票钱了。做梦！我老陈这辈子就没向泥腿子低过头。明天咱们看谁先死。他不知道化工厂的审核单之所以能发到他手里，是因为他单子后面跟着一份星辰劳务队的3年稳定合作信用评估，那是他拼命想甩掉的泥垢，也是他能在化工厂混口饭吃唯一的勋章。另一边，村长陈富贵看着桌上那份按满了密密麻麻红手印的撤回授权申请书，叹了一口气。周毅啊，这事儿闹这么僵，对谁都没好处吧？老陈他也就是一时嘴快，想攀个高枝，大家都是同村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村长，不是我想闹僵，3年前，老陈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是兄弟们拿命在工地上换来的钱，预付了半年的票款，救了他的命。现在他腰包鼓了，就觉得兄弟们脏了。他嫌弃的不是我们，他是嫌弃他那段当穷人的过去。这种人如果不让他疼一次，他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本分。唉，先这样吧，改天我找老陈谈谈。第2天，老陈没有去县城，而是开着新买的那辆奔驰越野车，拉着2辆还没上牌的豪华大巴，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这车得不少钱吧？30万的定金，尾款还有100来万，这叫档次。化工厂那些领导是什么身份？人家那叫高学历人才，
不弄这种星空顶，怎么配得上人家的档次？至于那帮人，看到没？那帮人坐我的车，简直是对这皮实的侮辱。我这车以后一扇窗户的维护费都抵得上他们1个月车钱。周毅那小子不是狂吗？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把这200号人运进城。此时我正带着赵铁柱等几个核心骨干在路边的一个阴凉地等着，200号兄弟整齐地排成4队。虽然大家心里都有些打鼓，但看着我淡定的样子，谁也没吭声。哟，周大老板还没等到车呢，别等了！方圆50里除了我老陈，谁敢接你这200号人的大单？带这帮泥巴块给我跪下认个错，我发慈悲，开那辆拉猪的旧中马拉你们一趟。老陈，你笑得太早，你那2台星空顶大把，贷款加利息，每天睁眼就得还银行3000块。化工厂合同要是签不下来，你拿什么还？签不下来？笑话！我老陈在县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关系硬着呢。今天特意约了2个城里大客户，等考察团一来，看到我服务的都是高端人群，那合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老陈，你那2个所谓的大客户，一顿饭消费50块，1个月从他们身上赚不1500，可我们200个兄弟，每人每天来回10块钱，1个月就是6万纯现金流。你为了50块把6万块推开了，这笔账你算过吗？少拿数字吓唬我！等我签了化工厂的单子，光通勤费1个月就10几万，谁稀罕你们那点散碎银子？哎，你们看，路对面那2个穿名牌冲锋衣的游客提着行李箱过来了。2位老师慢点，车里开了空调，香着呢。冲咱们比了个大拇指朝下的手势，太欺负人了！他大巴车呼啸而过，故意经过那个泥水坑都没减速，烂泥水溅了我一身。铁柱，告诉兄弟们别急。老陈以为他买的是通往富贵的阶梯，但他不知道，他为了那2个露营客羞辱200号劳务兄弟的时候，已经亲手砍断了自己唯一的现金奶牛。周老板，咱们真不追上去骂他一顿，这也太欺负人了！骂他干什么？让子弹飞一会儿，他越张狂，摔得越惨。你们看啊，老陈的车刚消失在山道拐角，3辆大巴就缓缓开进来了。虽然外表有些陈旧，但洗刷得干干净净的。领头那个司机是谁？看着挺精烂的。他叫孙志远，隔壁临金村的，30出头。以前一直想进咱们村拉货，可每次都被老陈带着几个地痞拦在外面，连车胎都被扎过。周老板，咱们没迟到吧？准时，辛苦了，兄弟们！从今天起，孙老府的车队就是咱们劳务队的专属车辆，票价不涨，反而每人便宜1块钱。另外，孙师傅承诺每辆车都备了免费的墨香正气水和凉茶，大家放心坐。周老板还是有办法，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。老陈那个白眼狼，让他守着他的皮座椅过吧。那个姓李的志远带着3辆大巴进了村，把你的活全抢了。什么？3辆？他从哪儿弄来的车？听说是从县城客运公司租的2手大巴，便宜得很。而且周毅给每个兄弟降了1块钱车费，还免费送凉茶。你那200号人一个不剩全跑了。嘿，周毅，你跟我玩阴的是吧？老陈，你疯了！大半夜的你去哪？我去找孙志远，他一个外村人敢来我地盘抢生意，我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以后谁还把我老陈放在眼里？你别去惹事儿了。周毅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不动手则已，一动手就有后招。你懂什么？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孙志远，你给我出来！谁让你来大槐树村抢我生意的？陈老板，大半夜的你来砸我家门，犯法的你知道吧？犯法？你抢我生意就不犯法？我告诉你，大槐树村的客运线路是我拿命拼出来的，你一个外村人凭什么来插一脚？凭什么？周老板请我去的，合同白纸黑字签了，合法合规，你有什么不服的？去告啊！行，你有种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3辆破车是从哪儿来的，明天我就运管所举报你非法营运。陈老板，我的车手续齐全，停运证、保险、年检一样不少，你随便举报。倒是你那2辆新大巴上牌了吗？营运资质办下来了吗？你要不要咱们一起去运监所互相查一查？陈老板，你脸怎么绿了？你那2辆星空顶大巴确实还没办营运资质吧？小伙，今晚你去临近村，把孙志远那3辆车的轮胎给我扎了，干得干净点，别让人看见。大伯，这要是被抓到，抓到什么？那几辆车停在村口，连个监控都没有，你怕什么？事成之后，大伯给你2000块。行，我今晚就去。干什么呢你？没，我就是路过，大半夜蹲在人家车底下路过。走，跟我去派出所说清楚。周老板，你早就料到老陈会来这一招吧？提前让我在车旁安排了人守夜。老陈这个人，不给他个教训，他不知道天高地厚。
大哥，出事了！小虎昨晚去扎孙志远的车胎，被人当场抓住了，现在在派出所呢。什么？你赶紧去派出所把他捞出来，别让他乱说话。来不及了，人家保安已经报了警，而且孙志远那边说他们有全程监控录像。监控录像？我明明确认过村口没有监控的。老陈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小虎还年轻，别让他替你扛这个雷。你要是识趣，今天中午之前把多收的车费退了，这事儿我可以当没发生过。退钱？让我老陈向那帮泥腿子低头？做梦！我不退，凭什么我退？他周易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威胁我？老陈，要不你就听周易的吧，把车费退了，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跟人家斗得过吗？妇人之见，我老陈什么时候向人低过头？再说了，明天化工厂考察团就来了，只要我把合同签下来，谁还敢跟我叫板？可你那2辆车的营运资质还没办下来，万一被查到……你闭嘴，我心里有数。喂，刘科长吗？我是大槐树村老陈啊，明天考察团的事儿……哦，老陈啊，明天考察团临时调整了行程，具体时间我们再通知你。刘科长，考察团什么时候到啊？我这边都准备好了，车擦的锃亮，红绸带挂上了，车头还摆了2盆鲜花。老陈啊，考察团已经出发了，不过不是去你那儿，是去林种村。什么？林金村？为什么？上面临时决定，考察路线增加了林金村的客运点，你那边下午再去也行。林金村？那不是孙志远的地盘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你们看，3辆干干净净的大巴整齐的停着，车身上贴着星辰劳务社专属用车的标识。孙志远正笑呵呵的给几位穿蓝深色西装的人递水呢。完了，这帮人怎么跑到孙志远那边去了？各位领导好，我是星辰劳务社的车队负责人孙志远，欢迎来检查指导。车辆状况不错，手续也齐全。你们这个劳务社有多少人？200人，每天固定往返县城工地，3年零投诉，月结单上每一张都有客户签字确认。零投诉？3年那不全是做我老陈的车积累下来的记录吗？怎么变成孙志远的了？老陈，别急，你的戏份在后面。考察团下午会去你那儿，好好表现。周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嘲讽我，还是……不行，我得赶紧回村准备。各位领导，欢迎，快请上车体验一下。这可是我刚进的豪华大巴，星空顶真皮座椅，车载空调，全县找不出第2辆。车确实不错，不过陈老板，您说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你们提交的投标材料里写着，过去3年服务大规模团队，月均运力6000人次以上，零投诉记录。请问这些数据是哪来的？这个是我自己统计的，3年了嘛，我天天拉这些工人，数据肯定没问题。那请问这些工人的反馈评价在哪里？月界单能给我们看看吗？月结单这个我回去找找，应该还在。陈老板，投标材料里的数据必须要有原始程序支撑，如果没有月界单和客户签字确认，这些数据我们无法采信啊。这个领导，月结单肯定有的，就是时间太久了，我回去翻箱底。陈老板，我再说直白一点，你提交的3年稳定合作信用评估，我们核实过了，这份评估的原始数据来源是星辰劳务社与你的合作记录。但现在星辰劳务社已经终止了与你的合作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份信用评估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。而且，我们注意到你的2辆新大巴尚未取得营运资质，按照规定，未取得资质的车辆不能参与投标。综合以上情况，很遗憾，陈老板，你的投标资格……周副厂长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陈老板，好久不见，我是这次考察团的主审官，考察路线是我安排的。周副厂长。你是主审官？陈老板，我哥周易3年前帮你渡过难关的事儿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可你倒好，翻身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过河拆桥，涨车费、收行李费，逼工人踩塑料垫，让你小舅子涨价赶人，当众羞辱200号劳务兄弟，这些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周副厂长，这些都是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你投标材料里的3年零投付记录，每一张月券单上的满意评价，都是我哥亲手签的。没有星辰劳务社的配合，你连投标的门槛都够不着。现在你把人家踢了，这些数据自然也就作废了。陈老板，你的投标资格正式撤销。撤销？不，周副厂长，您听我说，那些事儿都是误会，我可以把车费降回来，我可以给工人们道歉，我可以。陈老板，化工厂的招标不是菜市场买菜，不是你道个歉就能翻篇的。你的信用评估基础已经不存在，营运资质不齐全。而且我们收到了举报，说你涉嫌指使他人破坏竞争对手的车辆。那是误会，我根本不知道小虎去干了什么。是不是误会，
派出所会查清楚，我只负责招标这一块。陈老板，做人不能忘本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你们看到了吗？老陈一个人站在那儿，像个木桩子似的，活该！当初那么嚣张，哎，也不全是他的错，就是被钱迷了心窍。村长，化工厂的合同没了，您得帮帮我呀！我在村里干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老陈啊，这事儿我也听说了，可化工厂的招标是县里的事儿，我一个村长能说什么？再说了，你对待周毅他们那些兄弟的方式，村里人都看在眼里，你自己想想，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？我当时就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你让你小舅子涨价赶人，你当众骂人家是泥腿子，你嫌人家脏不让上车，这些是一时糊涂能解释的吗？老陈，我不是不帮你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窄了。村长，行了，改天我找老陈谈谈吧。先这样吧，姐夫，吃点东西吧，你一天没吃了。吃不下。姐夫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自从你让周一他们走了以后，我这早点摊一天卖不出去10碗粥。以前200号人天天来，光包子一天就能卖400、500个。现在呢，那几个露营客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根本靠不住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当初不该得罪周毅，人家200号人那可是铁板一块的消费群体啊。现在好了，人家在临近村吃早饭了，我这边门可罗雀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都是周毅害的。姐夫，你冷静想想，到底是谁害了谁？老陈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那个化工厂的单子黄了的消息传的全县都知道了，现在谁敢用你？刘经理，我车好服务好，价格也可以商量。不是车的问题，是你的信誉出了问题。听说你连合作了3年的老客户都坑，谁敢跟你长期合作？刘经理，我真的是诚心合作的。老陈，你走吧，我这边真的帮不了你。又碰了一鼻子灰，跑了一整天，一个愿意合作的都没有。仪表盘上怎么又亮了？贷款逾期提醒。2辆大巴加1辆奔驰，每个月贷款加利息将近10万。没有了化工厂的合同，没有了200号工人的车费，我拿什么还？你干什么？回娘家。回什么娘家？你给我站住！自从你买了那些破车，你就变了个人似的，天天吹牛说要做大生意，结果呢，贷款越欠越多，人越得罪越多。现在好了，化工厂的合同没了，村里人也恨上你了，你让我跟着你过什么日子？你就这么走了？我不是走了，我是让你清醒清醒，等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处理好了，再来接我。一个人了，这栋洋楼怎么冷得像座冰窖？陈老板，这个月的贷款又逾期了，请您尽快还款。我知道了，再宽限几天。陈老板，这已经是第3次逾期了。说了宽限几天就宽限几天。2辆星空顶大巴因为没有营运资质，只能停在家里吃灰，试着租出去，可县城客运市场早就饱和了，根本没人要。那辆奔驰的保养费和油钱也掏不起了，只能停了，改骑电动车。唉，你们看，孙志远的3辆大巴正载着200号工人浩浩荡荡的往县城开呢，工人们有说有笑的，还有人哼着小曲儿。3年前，这些工人也是坐我的车，也是这样有说有笑的。姐夫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把早点摊搬到临近村去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投靠周毅？我这摊子在你这儿已经开不下去了，一天卖不到50块钱，连房租都付不起。周毅那边答应我，搬过去以后还是10块钱管保，而且200号人天天来，生意肯定比这儿强10倍。你是我亲小舅子，你居然要背叛我！姐夫，这不是背叛不背叛的问题，我得活啊！你看看你自己，车贷还不上，老婆跑了，化工厂的合同也没了，你倒是给我一条活路啊！你给我滚！姐夫，这张告示都褪色了，当初贴他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自己多威风呢。荒唐，太荒唐了！老板，我想贷点款，贷多少？可以。你拿什么抵押？我有2辆大巴，值70、80万。你那2辆大巴有营运资质吗？暂时还没办下来。没有营运资质的大巴在我们这儿不值钱，最多给你贷5万，月息3分。3分？那不是高利贷吗？嫌高你别贷。行，我签。只要撑过这几个月，等找到新合同，一切都能翻盘。陈老板，到期了啊，连本带利32万，什么时候还？再宽限几天，我正在找合同。宽限？上个月你就这么说。陈老板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再不还钱，你那2辆大巴可就归我们了。别，给我1个月，1个月之内一定还上。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。曾经围着我转的那些人，现在一个个躲得比兔子还快。
墙上这张全家福，照片里我站在新车前面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好像已经过了一辈子。陈老板，我是湖畔露营地的吴总，听说你那边有大巴，我下个月有个大型团建活动，需要5辆大巴接送，你看能不能接？5辆？吴总，我只有2辆。2辆也行，剩下的你再去租，一趟5000，5天就是5万，怎么样？5万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吴总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车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下个月10号你把车开过来。1万块，够我还1个月的小贷了。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，只要撑过这一关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连夜把2辆大巴车里里外外擦3遍，再去借3辆面包车凑数。吴总，老陈车技不错，用车那天让他亲自开，工钱照给，辛苦费另加。让他亲自开，行啊，反正我那司机也请了假。谢谢。另外，那天坐车的不是团建客户，是我手下的工人，他们要去县城参加神功仪式，你别提前告诉老陈。吴总，你这是要让他长长记性。行，我明白了。陈老板，车不错，不过有个情况，我原来的司机临时请假了，你能不能亲自开一趟？我开车？对，就今天1天，从露营点到县城再回来，来回2趟，辛苦费另算，一趟给你加1000，1000，2趟就是2000，加上原来的5000，今天能挣7000，没问题，我开。吴总，这些不是团建的人吧？陈老板，这就是我说的团建客户，怎么了？可他们是干工地的。陈老板，合同上写的是接送服务，没说只接送什么人。你要是不愿意，这单生意就算了，5万块我也不付了。别，我愿意，我开。周老板，今天坐老陈车去县城？对，今天体育馆竣工仪式，全员参加。工人们陆续上车了，有人认出了老陈，但谁也没说话。车厢里这股味道，汗味和泥土的气息，3年前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味道，可现在我连讨厌的资格都没有了。陈老板，来，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星辰劳务社承建的县体育馆正式竣工了。县体育馆就是去年全县最大的工程，总投资2个亿，没想到是周一的劳务社承建的。走，别愣着了。县里的领导轮番敬酒，周毅坐在主位上谈笑风生，我被安排在最角落的位置，没人搭理我。曾经被我骂作泥腿子的周毅，如今被县领导众星捧月。今天这个体育馆能顺利竣工，要特别感谢星辰劳务社的周毅同志和他的200名工友。3年前，周毅同志带着他的团队，从最基层的泥瓦工做起，一步一步做到了今天。他们铺的路、砌的墙、浇筑的混凝土，质量全县第一，这就是我们大槐树村的骄傲。3年前，周毅求我帮忙拉工人进城的那个下午，他穿着一身旧工装，站在我的中巴车旁边，笑得腼腆而真挚。老陈，帮个忙吧，兄弟们需要你。行吧，反正我的车也闲着。当初要是好好对待人家，今天坐在主位上的说不定就是我。下来走走。周毅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算好了？算什么？老陈，我没有算计你。化工厂的合同是你自己丢的，信用评估是你自己毁的，200号巷兄弟是你自己赶走的。我做的只是在你把路走死的时候，没有伸手拉你而已。你就不恨我吗？我当初那样对你，恨，我确实生气过，但比起恨你，我更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：人这一辈子最值钱的不是车，不是房，不是钱，是别人愿意信你。你把别人的信任踩在脚下，迟早要还的。周毅，我现在还有机会吗？机会永远都有，关键看你愿不愿意放下身段。你那2辆大巴有营运资质了吗？没有。那就先去把资质办了，办好了来找我。我手里有个县城到乡镇的客运线路，正缺人手。你愿意给我活干？我不是给你活干，我是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亲自去跟那200个兄弟道歉，不是敷衍的那种，是真心实意的。你当初怎么羞辱他们的，就怎么把面子放下来还回去。3个月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陈老板，这是规定，你之前被举报指使他人破坏竞争对手车辆，虽然最后没立案，但记录还在。按规定，有不良记录的申请人需要加长审核期。资质办不下来，运管钱说要3个月，还有那笔小贷催收的又上门了，我实在撑不住了。资质的事儿我来协调，小戴那边我也帮你谈谈，看能不能做个债务重组，把利息降下来，给你喘口气的时间。但你答应我的事儿什么时候做？明天。你们看，老陈骑着那辆破电动车来了。兄弟们，我老陈今天来是给你们道歉的。3年前你们帮我度过了最难的时候，
没有你们的预付票款，我早就完了。可我翻脸不认人，涨你们的车费，收你们的行李费，嫌你们脏，嫌你们臭，当众羞辱你们。我老陈不是人，我混蛋！他弯腰了，给咱们200号人鞠躬了。当初那么嚣张的一个人，老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可受不起你这一拜。铁柱，你骂我2句吧。当初我骂你们泥腿子，你们1句都没还嘴。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有脾气，你们是给我留了面子。可我呢？我把你们的面子踩在脚底下碾，你确实该骂。但骂你有什么用呢？你能把欠我们的那些年还回来吗？我还不回来，但我可以用以后的日子还。周易说了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就好好把握。从今天起，我老陈这条命是你们200个兄弟给的。老陈，人这一辈子谁没犯过浑？你今天能站出来，说明你还有救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谢谢你们。孙师傅的车来了，上车吧。有人经过老陈身边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有人递给他一瓶水。周易，我道过歉了，你说的话算数吗？算数的。老陈，2件事帮你协调好了。第一，运营资质，运战所同意加快审批，但前提是通过安全培训和考试。第二，那笔32万的小贷，我托人谈了个债务重组，免除违规利息，本金分2年还清，每月13000。每月13000，虽然不轻松，但至少不用再被吹手堵门了。老师，夜间行车的安全距离标准是多少？老师，遇到突发路况，第一步做什么？陈同学，这问题课本第37页有，自己翻。这个40多岁的男人怎么比年轻人还用功？周易，资质下来了。我知道，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有个事儿跟你谈。好。这间办公室不大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墙上挂着星辰劳务社的营业执照和各种荣誉证书，桌上摆着一盆绿萝。坐。老陈，我手里有一条县城到柳河镇的季节性客运线路，每年农忙时节和节假日客流很大，但平时比较淡。你感兴趣吗？感兴趣，当然感兴趣。不过有几个条件：第一，票价不能高于市场价，更不能随意涨价；第二，必须保证服务质量，车辆定期维护，司机按时培训；第三，这条线路经过好几个村子，沿途的村民都是务农的，你要是敢嫌弃人家脏，嫌弃人家穷，我立马收回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犯以前的错误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你每个月的利润拿出10%捐给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，你欠村里的得还。10%大概是2-3千块。行，我答应。车厢里里外外打扫了3遍，每个座位上放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包纸巾。第一站到了柳河镇的集市，一群背着竹筐的大爷大妈上了车。大爷大妈们好，随便坐，矿泉水免费的。哟，这车不错啊，比以前那趟公交强多了。那是，这可是新换的豪华大巴，大家坐稳了啊！你要是敢嫌弃人家脏，我立马收回。牢牢周易定下的底线与规则。深呼吸，笑，一定要笑。都爱坐他的车，不仅因为车干净服务好，还因为老陈镇变了个人似的，逢人就笑。你们看，大槐树村村口新开了一家早餐店，生意红火得很，招牌上写着大福包子。钱大福果然把摊子搬回来了。您里边坐，包子刚出笼的，热乎着呢。要豆浆还是粥，都给您盛现成的。他在临津村干了2个月，虽然生意不错，但离家太远，照顾不上家里的老人。周易知道后，主动劝他回来。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路过，看看你生意怎么样。还行吧，周易那边的人天天来，一天能卖600-700个包子。对了，你那条新线路怎么样？还行，慢慢来吧。姐夫，晚上来吃碗面吧，我请客。姐夫，你变了。变了什么？以前你眼里只有钱，现在你好像踏实了。不踏实不行啊！以前我觉得有钱就有一切，现在才知道，没钱的时候没人理你，有钱的时候如果没良心，照样没人理你。这半年我算是把人情冷暖看透了。那你后悔吗？后悔当初不该那样对待周易和那些兄弟，人家帮了我，我却恩将仇报，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后悔一辈子。姐夫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你现在能认识到这些就不晚。兄弟们，今年是咱们星辰劳务社成立5周年，5年前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凭一双手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走到了今天。今年我们城建的县体育馆拿了全市优质工程奖，明年还有2个更大的项目在谈，这些成绩是你们每一个人用汗水换来的。我周易谢谢你们。我想把老陈也纳入进来，你怎么看？周老板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。但老陈这个人，我总觉得他不是真心改了。铁柱，人都会变的。这半年老陈的表现你也都看到了，他确实在努力。
努力归努力，可当初他伤害那些兄弟的时候，可没见他有半点心软。周老板，我不是小心眼儿，我是怕他哪天又翻脸不认人。你的担心我理解，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让老陈先跑一条独立线路，不跟咱们的主力线路混在一起。如果他表现好，再逐步合作；如果他还是老样子，随时可以切断。这样既给了他机会，也保护了咱们的兄弟。这个办法行，周老板，你考虑的比我周全。不是我周全，是这半年的经历教会了我，做人做事不能走极端，把人逼到绝路上，他要么彻底废了，要么反咬你一口。给一条活路，反而能收服人心。老陈，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周毅，你说，明年劳务社要扩编到500人，运输需求会大幅增加。我想把你的2辆大巴也纳入运输体系，但不是跟孙志远合并，而是让你独立负责一条新线路，从县城到南山镇，每天2趟。你愿意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先别急，听我说完条件。第一，这条线路的定价权在我手里，你不能私自涨价。第二，每个月的车辆维护记录必须报备。第三，如果乘客投诉超过3次，合作自动终止。第四，你每个月至少亲自跟车跑10趟。我要你记住，坐在你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衣食父母。周毅，你放心，这些条件我全部答应。我老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忘了这个道理。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。周毅，你知道吗？3年前你带着兄弟们坐我的车进城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个念头。什么念头？我总觉得你们这些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，卖力气赚小钱儿，被人瞧不起。可现在你住进了县城最好的小区，你的劳务社拿了全市的奖，你的兄弟们一个个在县城买了房安了家，我才发现真正一辈子就这样的人是我自己。老陈，人什么时候醒悟都不晚。你们看，村口挂起红灯笼了，钱大福的包子铺排起长队，孙志远的大巴停在路边，车里暖烘烘的。那是谁？2辆大巴贴着崭新的星辰运输标志，是老陈的车。周一，新年快乐！铁柱兄弟们，老陈，新年快乐！老陈，你老婆呢？上个月刚从娘家回来，提着2箱烟花呢。200号工人和家属都来了，孩子们追着烟花跑，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。3年前，我站在这棵槐树下，看着老陈的大巴扬长而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劳动者的尊严不容置。周老板，烟花放起来了！看到了，不是靠报复，不是靠手段，而是靠实力、靠团结，靠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。兄弟们，新年快乐！